拍摄关羽之死那天，现场发生的一幕让所有人头皮发麻。原本温顺的赤兔马突然仰头长嘶，双眼流泪。这一幕没有预演，却被镜头意外记录，成了全剧最戳人的片段之一。那天下着鹅毛大雪，寒风凛冽刺骨，温度已经达到了零下几十度。导演王福林一看这天气，当即决定就今天拍摄，这样的天气才能拍出关羽败走麦城的悲壮感。而扮演关羽的陆树铭一宿没合眼，脑子里全是关二爷的一生，从桃园结义到败走麦城，从温酒斩华雄到单刀赴会，越想越悲怆。所以开拍前，他独自走到雪地里，对着远处磕了3个响头，摇拜关二爷。其实在这场戏之前，还有一场关张诀别的戏。这场戏的台词是李静飞和陆树铭即兴发挥的，尤其是李静飞眼含泪光的那句保重，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。戏里这一别，他们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；戏外这一别，也意味着戏马上要拍完，剧组解散，两人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聚一次。拍完这场诀别戏，全剧组都静悄悄的，悲伤像块石头压在每个人心上。就在这时候，一直温顺站在旁边的赤兔马突然仰头长嘶，更显悲凉。紧接着，所有人都看到马的眼角流下了眼泪。这一幕震得所有人头皮发麻。这匹马本来就非常有灵性，每次看到陆树铭就会打响鼻，就像是在和陆树铭打招呼。可这还是大家第一次见到他哭。当时有人说是零下几十度的低温冻的，但是我觉得动物比人更敏感。他陪着陆树铭演了这么久的关羽，说不定也懂了这场戏的意义。科学解释不清的东西，不如就交给爱和天意吧。这场戏拍完，陆树铭还是就那么跪在雪地里一动不动，像是还没从关二爷的身份里走出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慢慢站起来，对着远处深深鞠了一躬。我们现在一提起关二爷，脑子里浮现的全是陆树铭的样子，丹凤眼，卧蚕眉，面如重枣，身披绿袍，就像是关二爷本人从书里走了出来。但很多人不知道，陆树铭能演关羽本身就是一场天意。当年剧组为了找关羽的扮演者，跑遍了全国，面试了36个演员，都没找到合适的，要么是外形不像，要么是气质不够。导演王福林急得不行，就怕这个关键角色毁了整部剧。后来是郭达的妻子吴芳，在听郭达说了这个情况之后，想起来团里有个人形象很符合，这个人就是陆树铭。但是当时陆树铭在咸阳拍戏，剧组的人就在他家门上贴了一张纸条，留了联系方式，想着等他回来就能看到。过了大概2天，忽然狂风暴雨，陆树铭的妻子突然想起家里的窗户好像没关，陆树铭回去查看，终于看到了那张3天前的纸条。你说这不是天意是什么？要是他没赶回去，要是他晚1天看到纸条，这个角色可能就属于别人了。94版《三国演义》也可能就少了那份灵魂。但缘分归缘分，陆树铭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个角色放在心上。他身高1.86米，外形跟关二爷简直是复刻，试妆的时候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，觉得自己跟小人书里的关羽一模一样。也正因为这样，他没什么压力，觉得凭着自己的外形随便演演就能过关。刚开始拍戏的时候，他确实差点意思，导演组看他就是形似神不似，空有一副关二爷的皮囊，没有那份忠义，孤傲又悲壮的神韵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陆树铭居然还从剧组消失了，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。后来有人偷偷告状，说他回西安打麻将去了，但是当时其实是陆树铭的妻子生孩子，他才从剧组回去的。不过几位导演不明真相，甚至有导演已经气到想换掉他，重新挑选饰演关羽的人选。不过也有人坚持继续用陆树铭，所以等他回来后，王福林把他叫过来谈话。这一通骂让陆树铭意识到自己对这个角色还不够重视，于是他把《三国演义》的剧本找了出来，从头到尾抄了一遍，抄完之后贴得满屋子都是，床头、镜子上、墙上，只要是他能看到的地方全是剧本台词。从那以后，陆树铭像是变了一个人，他不再敷衍，每天闭门不出，除了吃饭睡觉就对着镜子琢磨关二爷的神态语气，反复背诵台词，体会关二爷的心境。他没有武术功底，为了演好武圣人关羽，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刀练骑马。刚开始骑马的时候，他比马还紧张，导演说他脸上的表情比被敌人追杀还难看。他也不气馁，一遍又一遍的练，先后6次摔下马，最严重的一次在床上躺了1个月，稍微好点就又爬起来继续练。到最后，他不仅不害怕骑马，还能在马上完成挥刀、转身等各种高难度打戏，拿着30-40斤的青龙偃月刀耍刀花，行云流水，一点都不费劲。为了塑造关二爷标志性的丹凤眼，化妆师每天都要用缠头布把他的眼角吊起来，长时间的拉扯让他的眼睛红肿流泪，有时候疼得睁都睁不开。他也从来没抱怨过一句。他还反复翻阅《三国演义》原著，琢磨关二爷的性格，把自己完全带入角色。吃饭的时候想着关羽会怎么吃，走路的时候想着关羽会怎么走，就连说话的语气、眼神的转动都一点点向关二爷靠拢。有一天再次开拍的时候，他一站到镜头前，突然就浑身一激灵，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让他瞬间找到了关二爷的神韵。
那一刻，他不再是陆树铭，他就是关羽，是那个忠义无双、孤傲悲壮的关云长。94版《三国演义》播出后，瞬间火遍全国。陆树铭饰演的关羽深入人心，到后来，全国各地的关公塑像、年画、海报全都变成了陆树铭塑造的样子，可见大众对他的认可。有人说是陆树铭演活了关羽，也有人说是关羽选中了陆树铭。我觉得这两者都有。陆树铭用自己的努力把关羽塑造成了不朽的经典，而关羽也用自己的神性成就了陆树铭的一生。